欧阳警长，好久不见，你精神看起来好了很多呀。深谷大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都已经出声叫你了，当然是特意等你啊。大佐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不用紧张，这回我是想跟你合伙做个生意。对你来说应该不是很难。抢回琉璃子，不让他跟纳兰东在一起。作为回报，我们答应你，帮你一步一步的拥有权力和地位。条件优厚吧？到时候你是权势也有，女人也有，能真正跻身上海滩的名流圈。为什么？你们要东为你们办事？不错，我跟总领事大人都很看好他，想吸收他加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国籍，但前提是，他不能跟琉璃子再有任何瓜葛，而必须一心一意的成为我深谷幽兰的丈夫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余夏是纳兰东的女朋友，你们应该找她下手。实话告诉你，今天上午我已经去静园试探了，余夏这个正牌女朋友，就像静园那块匾额一样，只是一块招牌而已。我不屑向她下手。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琉璃子本来就是我的，我不需要到她手里抢。大佐，你只管实施你的计划。琉璃子她是不会成为你们的绊脚石的。盲目自大的无知男人，有朝一日，你一定会哭着爬回来求我。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也有件事要跟你说。哦，那咱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啊，说事儿都得挑同一天。怎么了？跟我表白啊？不要脸，你什么时候才正经啊？好吧，你说什么事儿？你先说吧。我决定了，刺杀青山的行动，我加入。而且，在我没有准备好之前，你不可以擅自采取行动，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没有必要啊。只要你高兴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好了，我都说完了，到你了。我们以后不要再私下见面了。有什么事你找喜心吧，他会转达给我的。干嘛？玩地下情啊？
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开始过，有什么情可以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退开一步距离，像君子之交那样交朋友，那样相处不也是很好吗？君子之交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是不是彻让你来跟我说的？是不是他不让你见我？不是，不是彻让我，没有人不让我跟你交往。我和你之间，我们本来就是朋友嘛，那朋友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本来就是应该的。我不接受。为什么不选择跟我在一起？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。刘烈子，你心里面喜欢谁，你自己最清楚。你什么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地位、财富、兄弟、女人，还有你的信仰，你一切都有，一样都不缺。没有了我，你还是可以生活得很精彩。可是彻他只有我。爱情怎么能拿这些来衡量呢？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只是在同情他。不，我爱他，我真的爱他。他也许看起来很平凡，可是他很稳重，很踏实。我和他在一起，我很安心。你是很优秀，你那么闪耀。对，我承认我深深被你吸引，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，什么时候又突然不见了。你知道你有多么飘忽不定吗？我甚至不知道你口中所说的那些爱情，你到底能坚持多久？你理解我吗？我从小到大那种孤独，那种被抛弃，那种无所依靠的日子，我已经过够了。我害怕，我不想那样。你就让我找一个安安稳稳、永远都不会变的男人，让我跟他过一辈子，可以吗？我怎么就不可以呢？说到底，你还是觉得像我这样的花花公子不会真心实意的去爱你。好，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对你的爱绝对是真的。失去你了，我宁愿去死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你，什么都敢做。我现在可以大声的跟所有人说，我纳兰东为了一个女人殉情，这个女人叫琉璃子。为了她，我可以去死。一个人枕边摇，梦醒偏飞向你的梦，还原第一次邂逅，再一次感受温柔。你将我抱在你胸口，如果这是梦，我不愿醒来午后，请让我留住笑容，看着你转身的感动。一场梦，再回首，就让眼泪干
自由。一场爱到最后，我对你的爱怀念你的绝对是真的。手。手心寂寞一我给你的全部，不休。你永远是我唯一的爱人。梦醒片刻不了。答应我，别离开我。纳兰东，真叫我过来劝你，浪子回头啊！在下做全套嘛。哈，那你快成影帝了啊，连表情都装得跟失恋一个模样。董叔你就放心吧，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失恋2个字。昨天深谷来沁园查小顾和阿木的事，我听余夏说了，昨天下午他们俩到过董家，找全福核实承诺和小顾的事。全福呢，按照我们早先商量好的回的话，反正让他们查无实处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说，他们走了以后，我跟曲风又捋了一遍咱们之间设计的口供，还是发现承诺就是阿木身上有个很大的漏洞，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进的董家，以及什么时候离开了董家。这个当时我们商量好，说是种花的张师傅缺少帮手，刚从外面招聘阿木回来做徒弟。花田案后几天，不见新来的徒弟，张师傅去找管家问，管家才发现阿木不见了，有问题吗？董叔，你想，花田案和清水案只隔了13天，按照我们之前对清水案的推理设计，阿木应该在花田案之前就认识清水，而且在这之前就潜藏在清水府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花田案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还要潜进董家呢？他为什么不跟着清水一块进派对呢？是啊，我们商量的时候，没想到后来的清水案会逼不得已再次牵连阿木，而深谷大佐竟然会认出承诺，这倒是个问题。东，我们想想，只要日本人找不到承诺，我们咬定口供就是真实的。毕竟除了承诺，谁都无法客观地解释他的行为目的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哦，对了，董叔，密码本余下正在破译，但是没有什么进展。他试了很多方法，但是都没有找到门。你说怎么办？这个他也跟我说了，我也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找到相关情报。时间不能拖得太久，
我怕宫下一旦发现武装计划失踪，又会生出什么事端来。好，我说，你要担心一个人，青山。这个人总让我感觉不放心。从我第一次在清水家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总看不透他在想什么。哦，能让你纳兰东不放心的人，倒也是第一次碰见。绝对是祸不是福。就像这次他和申国到访清源，他们肯定还有什么别的目的，我们不知道。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所以让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太危险了。我想，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他。你打算怎么做？麻烦下桌。来，买进来是吧？哎，这坐这儿。宝贝开心吗？啊？是吧？哦，来，再放点。哎呀，又赢了，14啊！干杯！几号？28。好，28。28，就买28。东少，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不下去玩2把？心里孬毒，逢赌必输，真是太好了！不跟他们掺和了。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以东少的人品条件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。放心吧。我就是觉得他好。林姐，你把我纳兰东当朋友吗？当然，东少重情重义，我是真心结交。不管别的，我纳兰东在此承诺，我是真心的对琉璃子好。林姐，请你记住我的承诺。其实不瞒东少，这件事我私底下也跟琉璃子谈过。就我本人来讲，我也更中意东少做我们百乐门的女婿。可是，这丫头选择了欧阳警长。有林姐这句话就够了，其他的我来想办法。对了，林姐，你知道琉璃子小时候的事吗？曾经跟她聊过，但是提到的不多。大致是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她的生父就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，娘儿俩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后来，她随母亲改嫁，继父倒对他们非常好，这也是她童年仅有的几年快乐时光。可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继父家遭了变故，她一夜之间就成了孤儿，从此流离失所，饱受欺辱。直到我发现了她，把她带进了百乐门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他有一份稳定的感情。傻瓜，怎么不跟我说呢？林姐，帮我个忙好吗？你说。帮我把他叫过来。哇，18，输了。稍稍让你18。一下。你先玩吧，我过去会儿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东少找我。时而妖娆，时而清纯，有我东少喜欢。喜欢。如果你能在别的男人面前清纯，在我的面前妖娆，我就更喜欢。
说反了吧？现在这个样子才是我的本来面目，清纯可人，那是我用来骗人的手段而已。明白了。喝点什么？香槟吧。先干了这一杯。不过看着现在的你，好像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琉璃子是有点不太一样。看走眼了吧？不怪董事长，这是我们琉璃宫姐妹的看家本领。客人喜欢什么口味儿，我们就投其所好，不然百乐门怎么能门庭若市啊？林东上生气了，中了琉璃子的小小圈套。我怎么觉得你是在玩火呀？既然你生性妖娆，愿客人的口味投其所好，那我现在就以琉璃宫的客人的身份要求你，不带反抗的。让我问你一下，你生来就是跟我奶奶这么相爱的，不管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琉璃宫头牌舞女的一吻，还是可以值10000块钱的。来，拿着。谁呀？拿走！不要耍性子，影响了琉璃宫的声誉。钱，拿着。以后出门的时候，不要穿那么少，会着凉的。3天后，琉璃宫舞场刺杀青山，切望配合。这么早啊？啊，嘿，早点出发，早有准备嘛。早准备，还是早去见喜新呢？我怎么见你平时没那么勤快啊？哎，老大，这个就是你不对了。这打扫进园，上上下下，我哪件事偷了？再说啊，我这不是为你前进的道路上添砖加瓦吗？啊，你想想啊，我搞定琉璃子身边这些人，让他们天天在小姐面前说你的好话啊，那哪还有什么欧阳彻的份儿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再让喜新呢没事说2句欧阳彻的坏话，让他彻底在小姐面前消失。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？哎，别客气，老大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回来，啊！既然要出去，就体面一点，自己当心点儿。琉璃宫那么复杂，深谷那会儿又知道你，要是暴露了身份，麻烦就大了。
为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可以付出时间，可以付出金钱，但你的生命不能付出。我知道了，老大。哎，不对啊，老大，那你上回为了琉璃子小姐跳河，那可是丢了性命的事儿，那不更危险呢？你懂什么？去！你能不能让我好好看跳舞？不要紧张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按我们事先说好的，肯定没问题啊！镇定。对，一会儿他来了以后，我就说我是艾老板，西岐贸易行的老板，他就不会3天2头的跑来跟踪我，跑来西岐贸易行找我了。可是万一他发现我这2片胡子是粘的，就认出我是小顾了，那你得陪我一块儿死。有我在，咱们俩死不了啊！你想，申谷来贸易行找过你3次，他又当着我的面提过2次要见你。你如果一直不见他，他的疑虑会越来越大。与其这样，咱们还不如大大方方跟他见面。就算认出来，你们俩只是长得像罢了。咱们把他的疑虑给他逼回去，他肯定想不到，真正的小顾居然敢主动跟他见面。镇定，镇定。深谷幽兰是多么心狠的一个女人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还专门约了青山过来。青山是多么狡猾的一个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你这不是推波助澜，想让我死得快吗？我就是要约他，他如果不来，今天我的好戏就没人看了。对，你要去实施你擅长的计中计吧，我不反对，麻烦你一定要保住我这条小命。你呀，1万个胆给我拿出来！这里是英租界，要有我保你，没有确凿证据，日本人不敢对你动手。相反，只要你艾老板的身份一出，以后在贸易行出出进进，那就方便多了。艾老板，艾老板，艾老板，艾老板。哟，申谷大总，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艾老板吧？可不就是嘛，这就是咱们英租界里赫赫有名的西岐贸易行行长艾老板。这位是日本军部的申谷大总，这位是青山中佐。深谷大佐，久仰久仰，在下爱迪生。一早就听纳兰在我面前提起您，果然是气势非凡，闻名不如见面呐！哈哈。哪里，过奖了。坐。坐。深谷大佐，有什么不妥吗？纳兰君交友广阔，3教9流无人不识。跟艾老板认识多久了？老邻居了。他父亲早年间做药材的时候，跟我父亲就是世交，我们俩打小就认识，算是青梅竹马。发小，您别误会，发小。艾老板，令尊有几个孩子？我是家中独子。纳兰君说，帮我们抓住杀害清水秘书长凶手的特殊药水，就是从艾老板这儿得到的。我们一直都想过来表示感谢，苦于最近案件频多，无法分身。今日终得一见，真是谢谢艾老板了。嗨，都说了，我和纳兰呐是发小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区区药水不足挂齿。兄啊，我今天认识了2位日本友人呐，我倍感荣幸。今天我请客，开瓶好的香槟。服务员来，服务员来，给我开瓶好酒。小顾，来，
叫林姐，叫林姐，给我开瓶好酒。小顾，快点赶紧啊！我想起一个叫小顾的人来，长得跟艾老板十分神似。哦，就是你上次跟我说我没有想起来的那个董家下人呢，就长他这样啊？还有第二个人可以长他这样啊？我长得怎么了？我就是觉得你长得……深谷大佐，纳兰君一向是交友广泛，走，除非是一位大美女，不然一个普通的下人，纳兰君又怎么会记得呢？对吧？青山中佐，你又拿话来讽刺。先喝酒，先喝酒。啊，也对，世上长得像的人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来，艾老板，我敬你。我敬你。来。深谷大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。我们很早之前就发现有人使用改装枪械，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线索。直到最近的焚烧事件发生后，又有人使用这种改装枪械。所以我们现在判断，中国本土就有人懂得改装枪械。有，一定有。青山中佐，艾老板，能不能帮我们找出上海滩懂得改装枪械子弹的人呢？那这个子弹呢，就是被改装过的，而且改装的非常专业。不瞒您说，现在上海势力庞杂，来我的贸易行里边改装器械的真是不少，但是像改装枪械这种军需的，真是少见。因为我每次要改装枪械这种物品，必须先要找到下家，我才敢去找那些会手艺的老师傅来做这件事儿。但是现在的上海，您知道，风声这么紧，我就算是找到了下家，也不一定有老师傅肯出手来做。艾老板，我们对这方面的能人十分感兴趣，麻烦你帮我们找到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艾老板笑纳。事成之后必定另有重谢。没问题，大佐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来，喝，来。东上怎么来了都不打个招呼啊？在跳舞吗？来，走。你跳舞的样子越来越漂亮了。来，陪我喝杯酒。来，喝杯酒。我们自己喝，他们唱这样。纳兰君，看来你们二位的感情真是越来越深厚了。可不是吗？因祸得福。本来被几个小毛贼教训得很憋气，但是得到了一位红颜知己，对吧，宝贝儿？我不管，你答应给我变魔术的，不许说话不算数。乖，马上给你变魔术啊！我去换身衣服，各位稍等啊，走吧。他变魔术，等一会儿啊，变好点给我们看啊。大佐怎么找我走到这儿了？怎么不允许吗？你换衣服那个舞女看得，
我看不得。怎么会看不得呢？以后要看，大佐，咱们俩上9号房去看去。但是得先让我把魔术变完。纳兰君可真是多才多艺啊，连变魔术都会，难怪那么讨女孩喜欢呢。我会的东西还很多呢，大嘴要看，随时奉陪。油嘴滑舌。好了，先等我把魔术变完啊，回来坐着去。纳兰少爷，你好，大佐。大佐，我出去一下。好。怎么样？变得满不满意？真的是精彩，你们俩就跟排练过似的。回去教我啊。知道为什么像排练过的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。纳兰君，是否有幸请纳兰君跳支舞呢？我还第一次受一位女士邀请，很荣幸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让我邀请大佐吧。愿意跟我一块跳支舞吗？中佐是在找我吗？果然是你。什么意思？
我找到你杀害清水的方法了，是那个叫做喜心的女孩，对吧？所谓的密室难解之谜，是因为进入房间的和离开房间的根本就是两个人，而凶手自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清水家，那个人就是你，对吧？何以见得？小田君审问欧阳彻，欧阳彻一口咬定，当晚坐黄包车离开的女人不是你，那是因为有太多的目击证人可以证实，他说的是假话。他在狱中受尽折磨，我一直在很仔细地观察他。我发现你们的关系十分的亲密，一个深爱着你的男人是不会撒那样的谎来害你。那个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你才是清水案的真正凶手。在清水的葬礼上，我也一直在留意你和纳兰东。除了纳兰东的证词之外，你完全符合杀害高桥的时间条件。我发现你们的关系十分的亲密，一个深爱着你的男人是不会撒那样的谎来害你。那个时候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，你才是清水案的真正凶手。在清水的葬礼上，我也一直在留意你和纳兰东。除了纳兰东的证词之外，你完全符合杀害高桥的时间条件。我原想当场揭穿你，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破除你2次完美不在场的证明。一，是谁假扮你离开的清水家？2，纳兰东为什么要替你做假的证词？可就在刚刚的魔术时间，这2个问题，我同时找到了答案。你和喜心的身形相似，只要是他易容成你的样子，一般人是很难分辨出来的。但偏偏你们2个人的性格不同，也决定了第一时间选择的舞蹈不同。你们和纳兰东的关系不同，决定了第一时间面对他文手里的反应不同。就像今天晚上这个魔术一样，清水案案发当晚，喜心假扮成你的样子离开了清水家，引开了所有人在你身上的注意力。而纳兰东也根本不像深谷大佐所深信不疑的那个样子，从一开始你们就是一伙的。因为高桥一案只有他一个人掌控了全局，还有那个叫做阿莫的凶手，就是他设计出来，好给你们充分的时间来杀人罢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花田一案也是你们2人合作的手笔啊。只不过当时好像没有像现在这样默契罢了。纳兰东说过，在他所有认识的人当中，你是唯一一个令他琢磨不透的聪明人。我现在非常同意。那你倒是琢磨琢磨，我和纳兰东下一个合作要杀死的人会是谁？哇！纳兰君觉得，什么样的人生才算完满呢？怎么突然问这么严肃的问题？我觉得，作为一个男人，想成就自己的一番霸业，娶一个能帮衬自己的妻子，
100年后能在历史上留名，这样的人生才算完满。就像宫下总领事那样，确实没什么遗憾了。纳兰君也可以成就这样的事业，只要你有心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确实，不要再打了！让开！对不起，不能过去。竟然是青山中佐。你是秘书处的早川？是。深谷大佐，您认识我？早川，马上去军部传我的命令，着一小队速来琉璃宫现场。另外，去总领馆通知宫下大人，让他请千叶博士来现场勘察。嗨，让开，都让开，快让开！是谁第一个发现青山中佐的尸体的？是我发现的。我刚才过来上洗手间，一拐进门就看见这位太君躺在血泊里，我就赶紧跑出去喊人了。你为什么跑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一跑，凶手正好也跑了。不是，这个，我当时只是害怕，所以我就。没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离开。老板娘，把琉璃宫所有随侍人员、保安、小姐，统统集中到这儿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承诺呢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们所有人当中，有没有发现最近有奇怪的人经常出入琉璃宫的？或者说，今天营业到现在，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？现在看看，你们身边有没有陌生的面孔？不要以为沉默不说话就是安全。如果被我查到谁身边就是杀害青山中佐的凶手的话，秘而不报的人也将会处以极刑。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，士兵们听好了，现场所有的人，谁都脱离不了青山中佐被害的干系。给我打！
别。琉璃宫的服务生当中，还有谁没到的？太君，服务生都到齐了。你们保安呢？太君，这儿的保安还差一个承诺，其他人都到齐了。承诺？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间？东少表演魔术之前，我还见过他。圣谷大佐，承诺被我拆出去买宵夜了。琉璃宫有那么多精致的糕点，琉璃子小姐想吃夜宵，还需要差人出去买吗？我爱吃小笼包，琉璃宫的人都知道。这种点心只有远郊南翔镇上的才最正宗，所以就差人远道去买了。你的随从不是喜心吗？为什么不叫他去？大晚上的，他一个女孩去挺不方便。前几回倒都是喜心和承诺一块儿去的。刚才他给我倒茶去了，我就差承诺自己一个人走了。还不止一次。看起来，你对这个保安倒是很亲厚啊。喜心喜欢他吗？我自然对他要亲厚些。他平时帮我做事儿也很尽心。小姐，嗨，大佐，博士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大佐，千叶博士，您找我。我很好奇，青山中佐遭受酷刑的时候，大佐你人在哪里？我没有特别留意。没有特别留意，但是石班告诉我，他的死亡时间跟你派人告诉我的死亡时间相差了半个小时。你的下属去了盥洗室，去了半个小时不出来，你不怀疑吗？还有，这半个小时你做了什么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是，千叶博士教训的是。从尸体的伤口看，他是流血过多而死亡。要是我们发现的早，他可能还有救的。嗨，他身上有34道切口，2手2脚的大动脉被人割断了，伤口很细。这种伤口，我好像在清水秘书长身上看过。凶手所用的手法十分相似。博士的意思是，2起案件出自一人之手。我这样说过吗？事实上，有些现象给了我判断的依据。杀害清水的凶手所用的凶器是刀或剑一类的利器，而杀害青山的凶手是拿着柔软的丝状物，而且很锋利的。原因是清水颈部大动脉被人割断，是从下往上的，右端是宽而深，左端是浅而短。但青山他身上的伤口是弧形的，证明凶手拿的是
柔软有锋利的凶器。这种伤口绝对不是刀和剑，甚至不是古代的软剑所造成的。谢谢博士告诉我这么有用的线索，我会尽快找到凶手的。不用急，我还没讲完。过来。把它翻过来。这是摩斯密码。摩斯密码，这肯定是青山中佐手筋脚筋给人挑断以后保留下的死亡密码。纸笔。这就是摩斯密码。青山中佐一定是套用了另外一种密码，以防万一地砖先被凶手发现而遭到破坏。Double 1, double 2, 3, 6, 7, 8 is D。这份密码什么意思？我也不太明白，但既然意思已经通顺，我想解的不会有错。请千叶博士也留一份，帮我们一起参考青山中佐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。好吧。看来他还没有讲完话就倒下了，可惜啊。问题是，最后这个 D 怎么解释？是的。报告，圣谷大佐，早川大人回来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好吧，你去忙吧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待会儿我叫人把尸体搬走。等验尸报告出来，我叫小孙送一份给你。谢谢博士，我送你。吓我一跳，一时高兴把你给忘了。借个地方抄点东西啊，有怪莫怪，抄完就走。承诺呢？大佐，他刚才拿着包子又要进来，我想案发时他不在琉璃宫，不可能是凶手，所以就打发他走了。蠢货！谁叫你自作聪明的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承诺？整个琉璃宫的侍卫排查下来，就他一个人不在。可是他现在拿着包子，人又回来了，那他不是承诺？难道他是？混蛋！把这个人给我找回来！嗨。在门外的应该是曲风，所以说承诺应该在附近。大佐，小姐，你要的小笼包给你买回来了，还是你爱吃的蟹粉小笼。啊，谢谢，我回头就吃。你是承诺？
是的，大总。你什么时候离开琉璃宫的？就在东少和小姐表演完魔术以后，您跟东少跳舞的时候，我正看着起劲儿。小姐说她肚子饿，然后喜新帮她去倒茶，所以让我一个人去了。你的外套呢？啊，在打包的时候，服务员不小心把汤洒在外套上，所以外套留下来清洗了。怎么了，大总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？好溜了，不要再意气用事。大佐，你我都深知青山中佐的聪明与洞察力无人能及，他尚且被凶手设计杀害。琉璃宫的这些小老百姓们，你觉得他们能比青山聪明？所以你再打再问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那你的意见呢？凶手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琉璃宫，又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行动速度极快，现场又不留任何痕迹。我仔细看过青山的伤口，那些细长的伤口和清水脖子上的伤口很相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跟雅典娜有关系？虽然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雅典娜的金锁片，但这很可能是凶手故布疑阵，也有可能是青山的缘故，凶手没有放置成功，也有可能是有人走近，凶手没有来得及放置。但是咱们不能因为现场没有这个东西，就断定这案子跟雅典娜无关。您觉得我说的对吗？看来雅典娜是打定主意跟我大日本帝国对抗到底了。封锁现场，闲杂人等马上出去。琉璃宫的盥洗室也将封闭，直到我清理完现场为止。总理事大人，很抱歉在您回国的时候打扰您，但是关于青山中佐被害的事，还不确定。但我肯定的是，凶手就躲在百乐门。您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一再容忍，敌人是变本加厉，实在不行就派兵进入英租界抓捕。帝国的军队就驻扎在乌松口岸，对再三挑衅帝国军力的行为绝不能姑息。嗨，我即刻安排。哎，你看，就是怎么了？听说雅典娜呀，又在琉璃宫杀了一个日本军官，日本人正查呢。要我看呐，杀得好，多杀几个日本鬼子才解恨呢。说的轻巧，你看看，琉璃宫现在麻烦大了，前门比后门封锁的更加严密，看来我们是进不去了。是啊，不知道里面的人怎么样了，这该怎么向董叔交代啊？希望我们送的消息能起到效果。小日本不会连英国人的面子都不给吧？这就不知道了。警司大人，是谁允许你们这样，在我大英租界管辖范围内设立关卡？那是因为代号为雅典娜的不法。停！我不想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只知道，你们这样做会影响我们在英租界的管理，所以你们必须立即撤兵，恢复百乐门的正常秩序。这个我现在不能答应你。雅典娜一直藏匿在百乐门当中，如果我们撤兵的话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还会放虎归山。这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不法组织，神秘莫测。今天他能截杀我们日本官员，明天他就可以把矛头指向你们英租界。警司大人，英日两国在他眼中都是侵略者。如果你不趁这个机会让我把他们绳之以法的话，总会有一天雅典娜
也会把你们英租界搞得乌烟瘴气。雅典娜，在我们的辖区内犯案，你们可以把掌握的证据和情报上报给我们，我们尽快查明真相，将凶手绳之以法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我亲眼目睹过雅典娜成员的身手，他们擅长中国武术。正因为这个特殊原因，在这次行动中，我安排了多名日本忍者高手参与。但是，你们这样做影响了我们在上海的管理，我仍然不能答应。否则，人人以情况特殊为理由，要求特殊对待，那样，我们的律法岂不成了废纸？其实不是。警司大人可以把这件事当成是给予我国的刑事司法的协助，同时又不违反贵国的法律，我们又可以对抗不法组织，这又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你们不能无限期的影响我们的管理，我只给你10天期限。期限一到，无论是否抓到凶手，都要立刻撤兵，同时恢复百乐门的正常运营。多谢警司大人关照。收队。你看来气色不太好，昨天是不是吓坏了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起这些日本人怎么能在我们的地方这么胡作非为，欺负人，我觉得心里可憋屈了。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只有自己强大了，才能自保，才能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否则你有再高的气节，也不过是大家一起任人鱼肉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你好像变得跟以前不同了？有什么不同啊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是感觉。我不管怎么变，我对你的感情是一辈子都不会变的。真的吗？是吗？我听听看，说的是不是真话？是不是真话？你听得出来吗？当然呢。人在说真话的时候啊，心里特别踏实，心跳特别稳健平和。要是说的假话呀，他的心里就发虚，怕被人揭穿，心跳就加速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你现在能听到我心跳加速吗？你衣服穿太多了，我听不出来。什么时候这么调皮？要是我们不在这个乱世生活该多好！我们可以马上结婚，生许多小孩，然后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。会的，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等到日本人不在中国胡作非为的时候。小姐，我们约好了裁缝师傅量尺寸，做新的旗袍。现在时间到了。好的，你先去屋里坐会儿，我待会就来。好。什么人？别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欧阳彻，就在刚才你才对我说永远不变，现在就在我房间里乱砸东西，你就是骗我的。我说的都是真心的，我不是故意要砸东西的，是这个人，他鬼鬼祟祟在你房间里不知道干什么，所以我才动手的。欧阳警长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是在小姐房间等喜新。你怎么看得这么眼熟？
我们在哪儿见过吗？你这个人乱砸东西，打错了人还要找借口，你要听我解释，我真的没有扯开话题。琉璃子，琉璃子，喂，琉璃子，琉璃子，琉璃子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没事吧？小姐，喂，怎么回事？有什么急事来找我？小姐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昨天晚上千叶在青山身子底下发现的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深谷说这是什么摩斯密码，然后他就演算出了一长串的英文字母。后来又听说青山好像套用了另外一种什么密码，然后他又演算出一长串的英文字母。我估计深谷也没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所以他就请千叶博士过来帮忙一起参透。最后他给千叶博士抄了一份这个。这些像蝌蚪一样的小符号还真是神奇。糟糕，幸好深谷还没有参透，青山的这些死亡密码的指向，无非就是我和东。你赶紧把这些资料带回去给东，让他想办法。小姐，我也着急这个事儿。可是自打青山出事以后，日本人在琉璃宫附近设了好多的明哨二哨，我偷偷的观察了几个岗哨。我如果现在出去，免不了会被他们发现。我一方面着急回去送信，另一方面又怕他们担心我的安危。可是我又不敢联系他们，怕他们过来接应我的时候会中了日本人的圈套。对。更怕的就是深谷比我们提前猜出密码，采取行动，到时候我们会更应付不起。所以出于无奈的情况下，才来找小姐帮忙。果然重重关卡，楼下多了那么多小贩和小摊子。他们在后门和阳台上都设了岗哨，看样子深谷是想跟我们这琉璃宫耗上。他相信东的话，但是他认为凶手没有离开琉璃宫，仍然在这儿，所以他设下重重关卡，想等人自投罗网。深谷大嘴还真是阴险。小姐，我有什么办法离开这儿？把门关上。这是顶层9号贵宾房的钥匙，待会儿让喜星带你上去，那有直达电梯可以到地下停车库，在那里面东南角上有一间员工仓房，上了锁，这是钥匙，里面有我的车，你直接把它开走吧。可是小姐，这贵宾房的钥匙是老大特意留给你的。我现在不需要了，正好你还给他。西西，你赶紧带他去吧，记得给他易容，然后就回来。知道了，小姐。你还会易容？路上给你解释，快走。路上告诉你。小姐，去帮承诺包扎一下。去吧。琉璃子，他刚才应该把打架的详细过程跟你说了吧？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。你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也是我不好，我刚才太冲动了。彻，我们说好的，彼此信任，只有彼此信任，不猜疑，才能够有幸福可言。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就是这样，我易容成小姐的样子。每次小姐外出行动的时候，我就留在琉璃宫替她表演，不让别人知道她的行踪。时间一久，客人一听到钢琴声，自然就以为是小姐在弹琴啦。哦，
原来你钢琴弹得这么棒。小姐琴弹的才好呢，我的技法都是小姐手把手教的。小姐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女人。老大呢，又是最棒的男人，这2个人不能在一块儿，老天爷真是瞎了眼。可不是嘛？可是小姐就是放不下欧阳警长，我不太喜欢他，总觉得他心里想的事情太多了，不像纳兰少爷看起来让人放心。我知道这个就叫做爱屋及乌。哎，好，你学不会，就学会纳兰少爷油嘴滑舌了。啊，对了，喜心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一定要把我画的这么难看吗？行，走吧。你干嘛呢？居然没认出我来。快走吧。快走。喜心，我怎么觉着浑身不自在，连走路都别扭。你就把自己想成纳兰少爷呗，他平常怎么走你就怎么走。可是老大有小姐在身边跟没小姐在身边，他走路不一样啊。啊，你走习惯了就好了。哎，你们2个都是百乐门的工作人员吗？对，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。这位先生是我们百乐门的客人。百乐门这么早就开始营业了，现在就会有客人？而且一个客人为什么会在你们员工部出现？是啊，他是我们老板娘的亲戚，昨天晚上玩得太晚了，然后就住在了我们员工部。我现在就送他出去。你不是琉璃子小姐的随从吗？老板娘的亲戚为什么要你送她回去呢？琉璃子小姐就像老板娘的亲闺女一样，她让她的仆人替老板娘送我，这有什么不妥吗？你不是她亲戚吗？你也叫她老板娘？老板娘就喜欢大家这么叫她。我们亲戚之间都这么叫嘛。亲戚之间，老板娘在上海还不止你一个亲戚。这位先生的嗓子好像不太舒服。我们楼下有些备用药，我们带你下去走一趟吧。请，走吧。你不许去。长官，鞋带开了。陈老板，哎呀，等等等等，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出门的时候都忘把这咳嗽药水给你了，看把你给咳的。喜心这丫头也真是的，也不知道提醒我一下。哎，这丫头人呢？啊，那个2位太君好心陪我下来拿药，喜心还在楼上。啊，2位太君啊，真是谢谢你们关照我们家亲戚。哎，今晚可一定得给我面子，我请你们吃晚饭。好说。老板娘，这位先生是？啊，这是大力车行的陈老板。亲戚？我们这圈子吧，都管相好的叫亲戚，不就是为了图个安全吗？哦，原来亲戚是这个意思，一场误会。老板娘，你这位亲戚要是早点说明了其中的道理，我们也就不用白走这一趟了。是啊，你也知道，深谷大佐设的这些明岗暗哨，就是为了彻查百乐门的一些陌生人。其实我们也会积极配合2位太君的工作，他就是面子薄，不好意思跟你们明说。那老板娘带这位先生走吧，我们也该继续巡查去了。走吧，咱们走。 2位太君，别忘了今晚的晚饭啊！辛苦了。好的，2位太君，忘不了。哎呦，谢谢玲姐啊！哎呦，
我这汗呢都吓出来了。你要再来晚点，我就动手了。这帮小日本真够狡猾的。别说了，细心在老地方等你呢。给你包。哎呦，你看我这记性，玲姐，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谢谢玲姐。不谢。哎，大姐。哎，走吧。